第三道题目的部分呢，我们第一步先做什么？我们先看问句。问句的地方说，下列何者若为真，则最可以去支持这个考古学家的假说。OK，好，好，所以我们等下看文章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假说是什么，因为那个应该就是我们文章的结论了，或者是文章的主论点。那我们来看文章说什么？他说，excava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of K on the island of C revealed a pattern of debris and collapsed buildings, a typical of towns devastated by earthquakes。他说，学者们他们在 K 这个城市，K 这个古城，那这个古城是在 C 这个岛上的 K 这个古城哦，他们的挖掘，好，发现了一个就是典型的模式。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碎片还有倒塌的建筑物。这个模式是什么？很像是所谓的地震所导致的整个摧毁。换句话说，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我们挖掘出来的东西，断壁残垣啊，这个就很像是地震会导致的事情。那考古学家就开始去猜测说，这个大破坏，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断片残垣的这种大灾难，是由什么？公元365年的一次大地震所造成的。这个逻辑上面就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你前面只是跟我讲，你挖出了有很像是地震的断壁残垣，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你为什么可以直接推到是365年那次地震？地震又不是只有一次，又不是历史上只有一次的地震，你为什么可以直接连到那一次的地震？所以你要跟我证明时间上是有办法去一致的。再来第二个就是断壁残垣，你只是跟我讲 typical of towns devastated by earthquake，很像是典型的地震所导致的断壁残垣。可是呢，你也没有排除说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导致地震啊，其他的原因导致断壁残垣，搞不好那边是被打仗摧毁啊。所以它也有勾到一部分的叫做他因替代解释，只是我这边忘了写这样子。第三个，那我们要怎么去证明说真的是365年呢？那应该要么就是什么，可能有其他的新证据，其他的新证据真的是证明说真的是跟365年那个时间有关系，而且这个新证据必须要把地震跟就是这个地方连接在一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选项，谁有点到这个逻辑？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项，他说有一些青铜的喝水的水壶，okay, that are often found in graves dating from years preceding and following AD 365 were also found in several graves and near K。好，说在这附近的一些墓地里面，注意哦，是墓地哦，发现了青铜的水壶，而这种水壶呢，它常常被我们看到在什么时候？在365年的前跟后。你虽然有点到365年，你有点到时间，可是问题来了，你点的这个时间没有意义啊？为什么？因为是前跟后都有啊。我们今天就是要去看到，要么是只有前，要么是只有后。结果你跟我讲这个证据前跟后都有，那请问哪来时间一致性？如果你要能证明，假设今天你要去证明说这边真的是地震是365年发生，那你至少跟我讲说365年之前这边有很多奢侈品，365年之后呢，这边就变成只剩下穷鬼会用的东西，那可以证明那个破坏是大概位于365年之间嘛，社会突然变穷，或者是365年之前有高楼大厦，365年之后高楼大厦都消失了，对吧？那你这样才能够证明说这真的是灾难发生在365年。但是你不能说用一个365年之前和后面都存在的东西来证明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 A 选项完全没办法达到我们的时间一致性。那 B 选项说什么？说这个地方没有发现365年之后造的钱币，但是呢365年之前造的钱币却很多，这个是不是就有对到我们刚刚讲的，对不对？如果这个灾难是发生在365年的话，那很明显365年之前这边应该还是有正常的活动，那正常的活动当然也包括了造钱币，对吧？所以之前的钱币很多。那灾难如果是发生在这一年，那所以呢365年之后这边可能就断垣残壁就毁灭了嘛，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比较少东西，所以这个可能有连到我们刚刚讲的逻辑。第一个，它要对到时间，365年前之前跟之后，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第二个，它又用到了什么逻辑？又用到了 argument from absence 的逻辑，也就是哦，若有灾难，则社会没有活动。反过来讲，社会有活动，代表说当时没什么灾难，对吧？所以这边不只用到了时间一致性逻辑，还用到了所谓的缺失准确的逻辑。我们如果有灾难的话，那社会上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活动的迹象。
反过来讲，没有活动迹象，就是有活动迹象，代表说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灾难。所以365年之前有社会活动正常的迹象，代表说那个时候没什么灾难。而365年之后没有活动的迹象，可能反而可以证明灾难其实已经发生过了。所以 B 选项会保留起来。那C 选项，大多数的现代的历史记录，好、记载说公元365年之间岛屿发生了地震。这个就有点危险了。为什么？这个其实我会把它保留起来，因为有记录其实也算是一种人证嘛。可是这个人证，老实说，有点不太好信任。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证它不是当时的人证，它是现代的人证。我们看到 modern 指的是现代，那365跟现代都已经距离了1700多年了，这个就有点距离了，对吧？好，比如说像宋朝的人说，这个当时商纣王很残暴，好像讲的好像跟自己看到一样，但实际上搞不好他们只是转述别人的说法，然后一层一层的夸大。所以人证不比物证强，好，人写出来的东西不比物证强。还有重点是，物证是当时留下来的东西，时间是有一致性，可是这个时间是没有一致性的。所以 C 选项我会说它是个比较弱的选项。如果没有物证的话，人证可以；如果有物证的话，人证就不应该被我们考虑，而且这更何况是一个时间没有一致性的人证。好，所以 C 选项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时间是没有一致性的。你用现代人的证言、现代人写的历史去讲当时发生什么事情，那谁说了算？那 B 选项强过 C 选项的地方，除了它是物证之外，好，还有就是它的时间是跟当时是有一致性的，它不是现代的研究，它是当时的证据。好，那在都选项说什么？都选项说这个在黑这个地方哈，我们发现什么东西？我们发现有几个小的雕像，然后呢，这个小雕像的这个所使用的风格大概是300到400年之间的风格。那这个选项不是跟刚刚的 A 选项一样吗？300到400年这个跨度根本是365年前也有，365之后也有，preceding 的 following 都有，它跟 A 选项的逻辑错误是一样的。你根本没有办法跟我们证明时间的唯一性，对不对？时间的一致性，对吧？我们要证明的就是365那一年是不是发生了地震。结果你跟我讲365年前跟365年后都有什么？都有雕像。那你到底想要证明365年的什么东西？那一选项说什么？一选项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这个就是石头的一些雕刻的铭文 ，inscription 指的是在石头上面刻那个字，就是雕刻文这样子。那他用的这种希腊字母的形式，明显是用在365年之后的形式。那这个其实反而是削弱了，为什么？因为这证明了365年之后好像还有正常的人类活动啊。正常来讲，地震之后、灾难之后，理论上来讲，应该这边就是没什么记录了，或者就是整个被毁灭了嘛。但是呢，一选项告诉我，365年之后还有一些正常的这个人类活动，比如说写铭文之类的，那代表说那个地方可能365年之后还活得好好的。所以一选项呢，它其实是有点偏削弱的，它其实也是有点偏无关，因为你用铭文也不能去证明什么东西，你也不能证明地不地震，它也没有讲铭文里面写的什么东西嘛，对吧？所以这个选项它有点介在削弱跟无关之间。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是无关，因为你只是讲好铭文，可是这个铭文跟地震没有任何的关联。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微削弱，为什么？因为铭文代表说当时的人那边还有人在，还有人在，代表说不一定会有，这就是真的不一定会有灾难性的事情发生过。但总而言之，就是不管怎么比，B 选项都是最强烈的答案。那我们这道题给大家 take away 的就是什么？特别去注意结论里面出现了新概念。像这道题特别明显，前面只是跟我讲发现有地震的痕迹，地震所导致的断垣残壁，后面就突然跳出来跟我讲是365年那一次地震，你突然多塞了一个时间进去，这就是结论里面出现的新概念。当你发现结论里被偷塞新概念是前面证据没有的时候，你的任务就非常明确了，你要去证明这个新概念跟前面的证据是连得起来的。那这边我们被偷塞就是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去证明时间上的一致性 （temporal alignment）。365这个时间点，你不能拿365之前之后来证明，你不能同时说之前之后同时存在来证明。但如果你说3650之前存在，之后不存在，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方法，叫证据的缺失嘛，这个就可以用来间接的证明。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题目，他说这个 an unusually severe winter occurred in Europe after the continent was ranked by the blue haze resulting from eruption of the Laki volcano in the European Republic Island in the summer of 1984。1984年夏天的时候呢，在欧洲的冰岛共和国，一个句子如果
你这么长的句子，你一开始读完之后，你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你可以把它反过来读，因为中文跟英文的语序往往都是相反的。好像中文我们会把一些地点、时间啊这些东西放在前面，放后面，对不对？但是呢，英文会倾向把它放到后面，所以你可以先看看后面的时间地点。1984年的夏天，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欧洲的这个冰岛共和国这边，好，然后有火山爆发，然后这个 resulting from 是后面讲原因，前面讲结果，所以呢，这个火山爆发导致的结果应该是放在前面的地方，在欧洲出现了严重的冬天。那为什么会导致严重的冬天？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蓝色的雾霾。所以简单来讲，这句话就是某一个时间点，好的欧洲的冰岛共和国的火山爆发了，火山爆发呢导致了雾霾，蓝色的雾霾，而这个蓝色的雾霾呢导致就是去笼罩了那个整个欧洲大陆，然后导致欧洲大陆有不寻常的冬天。那最后呢，他推出来的结论 ，It is evident that major eruptions cause the atmosphere to become cooler than it would be otherwise。他说，很明显的，这种大型的主要火山爆发，注意哦，这边用的就不是说只有这一次的火山爆发，而是别次，就是所有的大型火山爆发。你们看到他并没有讲说 the eruption，如果他用 the eruption，代表是文章前面提到的 eruption，但这边用的是没有定冠词，然后他这边又用的是复数，代表说他没有单指之前这一次的火山爆发，而是全世界类似的这种大型火山爆发。好像这种火山爆发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好整个大气层变得更冷，就会让地球变得冷。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一道题目，问的是下列何者若为真，则最可以去削弱。我们要走向削弱。那你先想哦，这个文章里面它前面所使用的证据是冬天出现了，然后再来欧洲大陆被火山爆发所产生的蓝色烟雾笼罩了。中间是用因果关系搭桥吗？并不是，它用的逻辑是时间关系。火山是在这个是用因果关系啦，所以你不用去怀疑说是火山爆发产生的烟雾笼罩，这个你不用去怀疑。从火山爆发到蓝色烟雾笼罩大陆这件事情是确实的因果关系。可是呢，烟雾笼罩大陆跟异常寒冷的冬天这两件事不是因果关系，它只是时间先后关系。所以这边我们就要去注意这个时序的问题了，就是时间是不是一样，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有没有替代的解释，对吧？搞不好当时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让气候变冷，而你火山只是刚好爆发，你火山并没有去 contribute 你的气候变冷，这样子，对吧？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时间上是不是真的是一致，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选项部分。A 选项说什么？说好，注意我们要削弱哦，我们要削弱。好，1985年的火山爆发所导致的这个冷却效应，被太平洋水域的异常升温所抵消。各位可能会想说，Dusty，那这样不就等于说火山爆发之后温度不会下降吗？你可能会这样想，那不就等于是 weaken 吗？你可能会想说，我们刚刚不是要去证明说，火山爆发会让温度下降，然后呢，我们要，然后就是 A 选项跟我们讲，火山爆发之后可能会被其他的暖化所抵消，所以温度最后不会下降。来跟你讲，A 选项不但不是证明，而是加强。为什么？来，我们看清楚这个结论要讲什么东西。来，结论讲的是火山爆发会导致变冷，火山爆发会导致变冷，会有冷却效应，也就是火山爆发会贡献到变冷这个要素。这样子，好，那 A 选项说什么？A 选项说火山爆发本身有冷却效应，这个不就已经证明了火山爆发会导致变冷了吗？这段，那你说不是啊？到底可是结果它不是会被抵消吗？那我问你一件事，抵消是谁的责任？抵消是别的事，就是太平洋水流是洋流的责任，对不对？洋流责任，那这个算得上火山爆发的因果关系之一吗？不算。我举个例子哦，你说我认真工作，赚了钱，认真工作赚了钱，然后结果呢，到最后因为川普的关税战，然后呢股市爆炸，股市爆炸，然后赔光了，那你会说认真工作没有用吗？个体要分离来看嘛。为什么？最后的事实来讲，的确你是钱没有变多，这是最后的事实。可是呢，这之中呢，
钱没有变多的背后的2个因素是谁跟谁抵消？你认真工作赚钱，这是一回事；川普关税战爆炸让你的钱赔掉，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能用最后没有赚钱来证明你认真工作没有意义。认真工作还是有它的意义的。OK， 好，认真工作连到赚钱这件事还是有连接性，还是有因果关系的。那最后你没有赚钱，不是因为你认真工作的关系，最后你没有赚钱是因为川普的关系，让大家有理解啊，虽然川普关税战的关系。所以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你不能用最后地球没有变暖，还没有变冷这件事情来证明火山爆发对变冷这件事没有贡献。而且这个句子已经讲了，它就是有贡献的。火山爆发就是让地球变冷，那最后地球没有变冷是因为别的原因，那你不能否定说，哦，你不能去证明说火山爆发对地球变冷没有贡献，那是别的原因，那是因为别的原因后来搅局了。火山爆发本身对地球还是有贡献的，变冷还是有贡献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最后你没有赚钱，那是关税战的问题。可是你认真工作会不会让你有钱？还是可以让你有钱。所以一个一个分离来看。B 选项说，在统计学上，火山爆发跟雨季有严重的关联。啊，不是啊，我们今天要证明的是变冷，你跟我讲雨季干嘛？哦，冷不冷跟有没有下雨这2件事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 B 选项就是完全逻辑是不对的，所以 A 选项也不对，B 选项也不对，A 选项就偏向加强，B 选项是根本搞不懂在干嘛这样子。好，那 C 选项说什么呢？C 选项说，在1982年某一座火山爆发的几个月之后，那这个区域气温仍然还是在高点，甚至呢，我们用长期趋势来看的话，还是在偏高的地方。换句话说，它证明了火山爆发其实爆发之后，固定温度会变冷，温度最后还在高点。所以 C 选项我们可能会留着。为什么？因为如果文章要证明这2件事有连接，要证明说火山爆发就会变冷的话，文章提出的证据是，你看我火山爆发之后，温度就发生变冷了。所以我认为这2件事有因果关系。它只有这个证据啊，你只有这个证据，你就要去连到这世界上所有的大型爆发都会有这种效应的话，你是不是要给我更多证据？所以 C 选项它其实是有一点给我们什么？它是有给我们其他的证据，证明说其他证据是反的。我再重新讲一次哦，你的蓝色部分的证据只有一个，就是冰岛的火山爆发之后，欧洲就变冷了。但是你最后的结论要跟我推到，不是只有这一次的火山爆发，而是所有的大型火山爆发都会有这个效应。那你只用一个证据就推往一个就是通用的结论，你不会觉得太少了吗？那我们要怎么去削弱它？很简单，我们只要证明这个证据本身没有代表性就可以了嘛。如果你要证明，如果你要支持的话，你就是要证明说别的证据也是跟你一样，也是一样，火山爆发之后天气就变冷。那如果你要削弱的话，很简单，我给你看一个反向证据，火山爆发之后天气没有变冷就好了。C 选项刚好就是个反向证据，所以 C 选项走的是什么？它走的就是一个 validity 的问题，你的来源是单一的，我随便拿一个反例就把你敲倒了。所以 C 选项是所谓的 validity 的问题。那 D 选项说什么？好，我们 C 选项保留起来，因为它确实是削弱了，它证明你的证据很容易就被一个相反的证据所抵消。那 D 选项说，这个主要火山爆发所导致的气候效应，短暂的去掩盖抵消全世界二氧化碳上升，就是温室气体的这个暖化效应。你又在跟我讲2个混合在一起了，这个不跟 A 选项不是一样的问题吗？我们今天要证明的不是说是地球最后到底温度是暖了还是降了，我们不是只要看结果，我们的结论是要证明火山爆发对于温度有没有负向的贡献，我们要证明这个因果关系的贡献。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不是要证明你今年结束的时候，你的这个存款是变多还是变少，我们要证明的是你努力工作对于你的财富有没有正向的贡献。你跟我讲你最后存款变少了，可是我们仔细摊开来看，发现让你存款变多的是你的工作，让你的存款变少的是川普的关税战。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反对，我们能够去说你的工作对你的存款没有价值吗？不能。所以 D 选项也是一样，我们没有要讲求一个综合，因为我们就是要去把事情分开来看。我们没有要证明到底气候会变冷还变暖了，我们是要证明火山爆发对于气候变冷有没有贡献。这个问题很重要哦。所以如果今天结论改了一下，举个例子，如果这边的结论改成说今年已经有发生火山爆发了，所以明年一定会变冷，他要的不是一个因果关系，他要的只是说哦，今年我们发生了另外一起火山爆发，然后我们确定明年会变冷，他不是用因果关系，他只是问你这件事未来会不会发生。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考虑，对吧？就像我刚刚讲的，好，就是如果我说我今年努力工作很多，所以我今年底一定会赚大钱，我们没有要谈谁贡献谁，我们只是谈赚大钱这件事情能不能发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说，好，努力工作很多是可以帮你赚钱，没有错。可是搞不好今年有关税战，今年有股市的不稳定，今年有其他的危机，到最后这些危机缠下来，就算努力工作是能对赚钱带来正向的价值，但是最后你还是有可能会赔钱，因为其他的因素。这边有理解我的意思了哈，所以我才会说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文章里面的那个逻辑关系。好，来，一选项说什么？某一次火山爆发3个月之后，海面温度开始下降，那这不是反而是支持了火山爆发导致下降，跟我们削弱的国际无关嘛？所以这种答案应该是 C 选项。来，这一题呢，我最后希望你能够带走的 take away 是什么？请各位仔细听。我希望你能带走的 take away 是第一个，你看我们看这个句子的时候，很注重它用的连接词。事实上，在 CR 里面的每个连接词都很重要，尤其是表达因果，或者是表达条件，或者是表达时间关系的。像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得非常清楚。原文里面这边使用的是时间关系，但是时间先后不一定代表因果。这边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第二个，你要看得非常清楚，结论在表达的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逻辑，如果今天结论要证明的是火山爆发对变冷有没有贡献，我们要关注的不是最后到底会不会变冷，我们要关注的是中间这一段贡献。就像是我刚刚讲，我要证明努力工作对我的财产是不是有正向的贡献。那最后我们要看的不是说今年底的时候你的存款会变多还变少，就算你存款变多，我们要看你是买乐透来的还是你是工作得来的，对不对？对吧？如果你存款变多，都是用来买乐透来的，那你变多这件事不能证明你的工作是有贡献。如果你的存款变少，是因为股市暴雷而来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就是工作对你的存款还是有正向的贡献，对吧？所以你要证明这个因果关系的话，我们就不能只用结果来证明。那再来的话，第三个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注意结论的写法。如果这边结论我们写的是不是说因果关系，我们结论只是说今年又发生了火山爆发，所以我们认为明年一定会变冷，那这就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没有要证明谁贡献谁，我们只是要看结果会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说，哦，虽然今年有火山爆发，可是搞不好有别的会让地球变暖的事情发生。最后不管谁贡献多少，反正最后我要看到就是那个温度不一定会变冷就好了。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 CRT 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阅读能力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在帮中学的同学面谈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去用很多的测验。好，每一次面谈都会测阅读能力，然后平常都会要求大家去做阅读能力的训练，因为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你 CR 文字短不代表它简单，就像我刚刚给你示范的，改了1、2个字，在逻辑上都会有很大的改变，这请各位要特别小心。那这个观念最后的结语就是，在考古学的世界里面，哈，都是证据会说话，证据会说话。但是呢，问题是证据会说出怎么样的话，它怎么能连到结论呢？重点是中间的连接，逻辑连接是怎么连起来的？那逻辑连接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5种方法。